大家好，我是奥斯汀，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这期话题想给大家谈论一下中国退休老人为什么喜欢去东南亚旅游。这个话题呢，一共包括4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哪些中国退休老人会去东南亚旅游？第二，为什么会使这些老人喜欢到东南亚旅游？第三，这些老人在东南亚玩什么？第四，这些退休老人在国外旅游需要注意什么？以泰国为首的东南亚旅游胜地毗邻中国，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魅力，也有相对经济实惠的物价，相当于中国的3、4线城市。这比中国本土具有同样风光的海南省三亚市、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可能更具有性价比。这些都是客观原因，我不会细讲，主要说一下别的因素。那么哪些中国老人会去东南亚旅游？我在泰国、越南和老挝旅游的时候，发现中国游客非常多，尤其是在中国的老年游客，比年轻的中国游客更多。他们有的是由一个旅游团带领，在各个景区拍照打卡，有的男性老人3、5成群，游荡在各个红色娱乐场所。我礼貌性地问过几个老人，他们有的是国企的退休职工，行政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也有个别是个体商户老板的父母，是其子女给报的旅游团。我在东南亚的这些日子，看见的中国退休老人比比皆是，他们中有相当部分是多次旅游东南亚而乐不思蜀。他们绝大多数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着充足的退休金，少则5、6千元人民币，多则上万元。这部分体制内铁饭碗退休群体是东南亚旅游的主力军。东南亚各个景点的中文标识解决了老人们的语言障碍，且消费水平在老人们退休金的承受范围内，这是中国退休老人旅游东南亚的最主要原因。为什么会使这些人喜欢到东南亚旅游呢？这些退休老人由于以前在体制内工作，所处的环境并不具有自由旅游的空间，尤其是非公出国是受到严格审批限制的。他们年轻时候的旅游主要集中在国内的一些名山大川以及各类红色胜地，而退休后子女工作稳定，孙子孙女儿在当地很好的学校上学，自己呢退休之后也无所事事，一生轻松，开始恶补年轻时候的遗憾。在国内只能旅游红色胜地的他们，在东南亚也一定要到红灯区走走。而其他群体，比如民营企业的退休职工，严格意义上民营企业退休的只有高管群体，而其他普通职工的退休金不足以支撑旅游的费用。其实高管群体在年轻时候就有着相对自由的旅游空间，同时他们更倾向于旅居发达国家。还有呢，就是退休的工人农民群体。工人农民群体几乎是不会出国旅游的，不是他们不想，而是实际上他们永远不会退休，除非生病或者死亡。农民还有退休的时候，只要有一口气都得干呢。同时他们在60岁以上所获得的养老金也只有100多人民币，远远不够旅游的开支。但是获得这100多元人民币，农民还是非常感谢政府的，因为在21世纪初，农民是没有养老金的。记得在我小学的时候，2003年以前是要征收农业税的，在农村称之为交公粮。个别农民去别的地方打工，放弃了耕种自家的土地，但是仍然要交公粮，因为政府分给了你土地，是你自己没有选择耕种，公粮是按照耕地的面积征收，所以放弃耕种土地的农民还要从别的农户家里买粮食来给政府交公粮。那么为什么这部分农民不选择继续种地，而要去城市打工？显然打工的收入要远远高于种地的收入。这部分曾经率先开始打工的农民，现在也几乎变成了城市的一份子。我的爷爷是2017年去世，去世前他累积领取了10年的养老金，从45元每月一直涨到80元每月。他有种薅羊毛似的幸福，因为以前的农民是没有养老金拿的。话题扯远了，回到话题。所以体制内铁饭碗的退休老人自然成为东南亚旅游的主力军。很多年轻人都很羡慕他们，觉得21世纪的体制内退休老人是最幸福的群体，过上了最幸福的生活。所以考体制内的职位，
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变得异常火热。但年轻人们不知道的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工人、农民群体退休后照样可以出国旅游，去海边晒太阳。这得益于那些国家相对平等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我不能判断中国的未来，体制内人员与工人、农民的养老金是否会缩小差距，因为现在的政策导向是，在你年轻的时候缴纳越多的养老保险金，当你老了退休之后就可以拿更多的养老钱。显然现在的农民是缴纳不了太多养老保险金的。我庆幸当初从体制内辞职，不然我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从而意识不到这么巨大的差距。第3个问题，这些退休老人在东南亚玩什么？拿泰国举例，有部分人是报了旅游团的退休老人，大多数是第一次出国旅游，会被导游带到各个景点体验，打卡拍照发朋友圈，和国内的旅游无异。选择2次旅游东南亚的退休老人中，男性居多，他们往往3-5个人结成小分队，轻装上阵，穿着打扮都很年轻。他们的目的就是去释放年轻时候压抑的雄性荷尔蒙，昼伏夜出，游荡于各个东南亚的红灯区，在泰国的芭提雅、胡志明的日本街、人妖秀、天皇秀都能看见中国老人的身影。在这些退休老人体力不行的情况下，过眼瘾也好，毕竟在国内的机关单位辛苦了一辈子，被领导呵斥，被限制娱乐的自由，现在也是好好享受一下的时候了。最后，这些退休老人需要注意什么？旅游无可厚非，注意素质，遵守规则是关键。我在老挝搭乘国际列车的时候，有2个老年男子在我面前插队，我问他们为什么插队，他们的回答是，他们和站在我前面的几个老年女性是一个旅游团的，所以他们必须站在一起。我很气愤，竟然把国内走关系那一套带到国外来了。大到医院看病，小到银行取钱，这谁把这么多钱放在我们家冰箱里了啊？靠关系过了一辈子，在国外还是这样。我决定给他们好好上一课，让他们深刻理解到人人平等、特权可耻的价值观。我当场谴责了他们，他们惊愕地说不出话来，但还是硬着头皮从我前面挤进了车站。其实他们的思想意识近乎固化，我的简短谴责进入他们的耳朵，也很难改变他们的具体行为。同样的情况，在国内的列车上，老人们的行为似乎理所应当。我在没有信号的长途列车上睡得津津有味，突然一阵老年妇女的嬉笑声把我吵醒，然后我在一阵阵嬉笑中逐渐暴躁。我过去告诉他们小点声，他们打扑克不亦乐乎，嘴上说好的，没过3分钟又开始咆哮爆笑。我找到列车的工作人员，请列车员告知大姨们小点声。列车员微笑着说好的。各位女士，请你们打牌小点声，列车上还有其他乘客，容易影响别人。大姨们笑呵呵地说，行，我们不打了，语气中透露出对年轻人不尊重老年人行为自由的不屑。同时，列车工作人员对我说，老年人岁数大了，就这样坚持一下，还有2个小时就到站了。然后我顿时想起了我生活在农村的父母，我的4个姨妈、1个舅舅、2个姑姑、1个大伯和1个大娘。我与他们分别坐过至少1次的火车，他们在公共交通上的表现正如他们的生活一样拘谨，连同吃泡面都是轻声细语，生怕影响别人。一次我和我爸、我大伯一起坐动车，他们2兄弟都是抽烟的人，但是在火车各个站点停车的时候都没有下去抽烟。我还特意说这个站点会停5分钟，你们可以下去抽烟，但是他们说公共场所算了，抽完进火车的话也有烟味。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强调我的家人有多高的素质，而是想说，虽然都是老年人，但由于年轻时候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的差异，即使人到了老年，坐在一个车厢里也是明显的2种人。这些体制内的老人在年轻的时候是社会的主流，老年退休后也带了些许的嚣张跋扈，深不知他们是现在这个社会中最幸福的群体。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